我什么都没听到。你最好是，否则老子打断你的腿！这大阵仗干啥呢？远古轩的苏老板和红月古玩城的周老板竞标呢，赢的直接拿下这废品站3年经营权。定制西服，2026年手工面料市价12万，私人定制孤品。不愧是远古轩苏老板，穿的衣服都这么贵。前2车刚比完，苏老板手下的鉴宝师接连看走眼，现在0比2落后。再说一句，苏老板，2场已定，你这边连输2分，大势已去，不如直接认输，省得后面白费功夫。苏老板手下鉴宝师眼光浅薄，连基础老旧货值都拿捏不准，何必硬撑？周宏远是鉴宝界的人渣，走私贩卖无恶不作。若他得了废品站，地下的窖藏就会落到他手里。不行，我得帮帮苏老板。我选3号车，这车肯定有大货。幸好老子提前留了一手，在3号车里塞了个清代和田玉把剑。苏清源呀，苏清源，你跟我……不好意思，2位老板，手下员工不懂事。这是你能说话的地方吗？快走，快走！你是德宝斋的鉴宝师温桥。靠！这不是那个偷换德宝斋玉璧的那个鉴宝师吗？怎么还敢出现在这儿？你那800万还完了吗？今日是苏老板和周老板的场子，我的事情还是不要放在台面上去说。不过这堆货绝对不超过800。他本就是有名的鉴宝师，应该不会出错。我就信他一次。哼，老夫从业30年，接手老宅木器上千件，轮得到你指指点点？除了货，里面藏的和田玉怎么可能只值800？整车老旧木器加配套杂件，综合估值18万2千。这2人的估价差别也太大了。这车看着疯了！18万2对比800块，相差足足200多倍。若是我看走眼，我亲手砸碎这把吃饭的放大镜，永久退出江城古玩收藏圈。别浪费时间，开箱拆解。哎，这是和田玉把件啊！看这包浆，是个老物件。清代和田青白玉貔貅把件，玉质细腻油润，包浆自然老道，雕工也是典型的乾隆工。按现在的市价，最少值18万。神了，不愧是钱师傅，竟然估价估得这么准。听见没？18万，一个捡破烂的小丫头片子，不懂就别乱开口，免得在这丢人现眼。糟了，上当了，一定是周鸿勇提前找着放，不然怎么可能这么准？18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周老板，这是意外，您放心，后面绝不会出错。居然被他估对了，看来他确实有点本事。钱师傅，此前生死赌约白纸黑字立下，你估值实物，按照约定，请当场砸碎放大镜，永久退出江城古玩收藏圈。我说的输了这场赌约，刚刚那只是意外。第3局，温桥估值更接近，苏老板积1分，目前总比分1比2。不过是运气好罢了，他天天分拣废品，碰巧蒙对而已，哪有什么鉴宝本事？第4车，我来估价。这车是承销大户老宅的货，包裹严实，分量极重，估计这车藏着老银饰和老古董。老宅精装存货，综合估价28万元。你觉得这车值多少？车内全是普通老旧碗筷、生活用品，只有箱底3件磨损旧银饰，整车总价2万1500。拆，全部拆开，1比1比算。我就不信他还能运气好。什么条件？我要800万，必须先把债务还清。吴子阳和林念娇那对狗男女的账，我会慢慢算。苏老板，最后一局决胜局事关重大，万万不能交给一个丫头片子做主啊！是啊，这万一出错，咱们直接输了，苏老板3思啊！好，我答应你。老板，真是荒唐至极！哈哈哈哈！苏清渊，
你拿100万的经营权赌一个捡破烂女工，简直昏了头！前2车纯属瞎猫碰上死耗子而已，运气用完了，最后1车他必输无疑。不靠专业鉴宝师赌一个底层女工，苏老板这一局输定了。我信我的眼光，也信他的眼力。这一局我甘愿全盘压住。既然你执意找死，那我只能提前预祝自己获胜了。一堆破烂废料而已，根本不值一提，就看谁猜得准了。整车都是生活垃圾、废弃铁器、老旧杂物，无任何古玩旧货，综合废料市场价估值3万整。果然是边角废料车，最多就值几万废料钱，毫无收藏价值。里面竟然有清代羊乳玉扳指和明代的古籍绝版。整车总价720万。疯了，彻底疯了！一车破烂废铁旧书，敢估价720万！我看这女人神志不清，就是满口疯话。蠢货！我估价3万，你张口720万，差价700万，我看你待会儿怎么收场！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，这下彻底完蛋，等死吧！苏老板，这个价格太过离谱，我们怕是要输了。动工分拣，整车拆解，核算实际价值。苏清源，看清了吧？从头到尾都是破烂，你居然信这个女人？还720万！我呸！我已经安排好人手，等赌局结束，立刻接手废品站经营权。周老板，你可不要高兴太早，还在大言不惭。这一堆垃圾，所有人看得清清楚楚，打死估值也就3万，我看你从哪能估出700万？苏老板，我说了让你赢，一定让你赢，你可要记得刚才的约定。哼，一个女人还搞鉴宝，苏老板，你信她还不如信母猪能上树。不用。杨汝玉清代官制扳指，明代孤本古籍，2件藏品合计市价718万元。5号车实际总价718万，温姣估值胜出。第5局决胜局，温姣获胜。本场赌局总比分3-2，苏清渊全队胜出。愿赌服输。已追回全部克扣工人薪资，多年私吞古玩赃款全数返还工人。张来福永久逐出利民废品厂。多谢温姑娘替我们出头，拿回血汗钱，惩治恶片长。你的鉴宝本事远超常人，我真心邀请你。温姑娘，您去后院取东西，怎么2手空空的回来了？我没拿任何物件，刚刚就去后院土堆抓了一把土。这片土明显是后期人工回填翻动过的，土里混着老瓷碎片、老银子锈渣，底下埋了一整个古代地窖藏品，东西特别多，总价加起来比你们苏家全部家产还要值钱。一个破废品站底下藏这么多宝贝，价值超过苏家产业，这也太吓人了。窖藏，我稍后派人封起来慢慢查，先搞定清点贺礼的事。走，去城西古玩市场。温姑娘，这些都是圈内公认的好藏品，品相完美，手续齐全，评审稳过，不出错。对啊，选这些名贵货最稳妥，苏明远挑不出问题。
我就要这个了。温姑娘不行啊，这香炉又破又锈，拿去官方会场太难看了。评委最看重品相，拿这个破炉子上台，直接扣分。苏明远一定会借机发难。咱们多挑几件好玉器。今天古玩协会100年庆典，圈内老友基本都到齐了，各家都带了压箱底的贺礼藏品，真是大开眼界。可不是嘛，大家都暗自较着劲儿呢，谁都想在这种盛大场面上露脸，撑撑自家脸面。庞哥，今日100年庆典，不知你和你身边这位新晋鉴宝师准备了什么压轴好货？是啊，明远，我也好奇的很。整场盛典，各家藏品不是官窑瓷器，就是名家玉器。渊古轩今天该不会空手赴会吧？还不如空着手。我看这位姑娘手里好像还抱着一件锈迹斑斑、开裂残缺的破铜炉。清渊，你实在太过胡闹！如此隆重的圈内盛典，你却让一个废品女工打破铜烂铁登台，这不是当众丢我们苏家的脸面吗？看来渊古轩如今是真的没落了，连一件像样的珍藏贺礼都拿不出来。也好意思参加庆典，属实贻笑大方。各位同仁，这是我和周总选送的贺礼藏品，清乾隆官窑青花玉壶春瓶，保守市场估值620万。不愧是苏少，一出手就是官窑重器。各位，如果我说这只残破铜炉真实价值远超现场所有藏品，哈哈，这姑娘是不是脑子坏了？就这破炉子，还远超所有藏品。哼，我看她是穷疯了吧，想出名想疯了。小姑娘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讲。这里坐着的都是圈内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你在这胡说八道，丢的可是苏清渊的脸。就是苏老板，你这从哪儿找来的宝贝啊？怕不是废品站捡来的疯子吧？苏清渊，你看看你干的好事，带这么个疯丫头来捣乱，我们苏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笑够了，笑够了就听我说。你们觉得它破，觉得它烂，觉得它是废品，那是因为你们眼瞎。放肆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在这里出言不逊？安保，把这个疯女人给我拖出去！我看谁敢动。等等，小姑娘，你说我们眼瞎，总得有个说法吧？你要是说不出个1、2、3来，今天这事儿可不能就这么算。没错，古玩圈讲究真凭实据，你空口白牙说它价值连城，谁信啊？对，就这么办，我看他怎么编。这炉子所有的锈，所有的裂，所有的残缺，全是假的，是前人故意做出来的。故意做的？好好的宝贝故意弄坏，你当我们是傻子？战乱年代，宝贝留不住，藏又藏不住，怎么办？只能把好东西伪装成破烂，这样就算被人看见了，也只会当成废品扔了，才能真正保住。你们听这声音，薄铜片是这个声吗？破铜烂铁是这个声吗？还有这重量，你们刚才都上手掂过了，真要是普通破铜，能有这么压手？你继续说。这不是什么破铜烂铁，这是明代宣德官窑紫铜香炉。宣德官窑，小姑娘，你知道真正的宣德炉值多少钱吗？就这破炉子，就是，就算真是明代的东西，破成这个样子，裂的裂，缺的缺，顶多值个几万块钱，还想跟苏少那600万的瓷瓶比，做梦呢！我看你就是嘴硬，编不下去了，开始乱喊名号是吧？还宣德官窑，你怎么不说这是故宫里出来的呢？待会儿检测结果出来，我看你怎么收场。就是，等会儿脸被打肿了，可别哭鼻子啊！你看不懂，不代表它不是。就你这眼界，连真宝贝和破烂都分不清楚，也配坐在苏家分管古玩的位置上？好得很！要是检测出来这炉子真是宣德官窑真品，我苏明远立刻辞去苏家所有分管职务，从此不再插手苏家任何生意。要不是，你就给我跪着爬出去，永远不许再踏进古玩圈一步！你敢不敢赌？有什么不敢的？一言为定。
好了，都别吵了，是真是假，仪器一测就知道。工作人员拿检测仪器过来。各位专家，检测结果出来了，颅参胎体成分公益致氏。这不可能，怎么会是真的？怎么可能？太厉害了！这么一件破炉子，居然是存世极少的宣德炉，这可是国宝级的东西啊！苏老板真是好眼光，胆识过人啊！惭愧惭愧，我们这些老家伙居然都被器物表象给误导了，险些埋没了这么一件顶级国宝啊！小姑娘真是好眼力，年纪轻轻，见识就远超我们这些混了圈子几十年的老人，了不起，真是了不起！就算是真的又怎么样？这炉子来路不明，谁知道是哪儿来的？说不定是赃物，说不定是出土的违禁品，这种东西也能拿来参展？苏少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本次庆典的规矩只看藏品真伪价值和献礼诚意，只要不是赃物，不是出土违禁物，就可以参展。你现在刻意揪着这些细枝末节不放，刻意打压同族，怕是心虚了吧？就是，刚才你嘲讽人家的时候怎么不说这些？现在输了就找借口，未免太不光彩了。对了，苏少，刚才咱们可是立了赌约的。你说，要是这炉子是真的，你就辞去苏家所有分管职务，这话还算数吧？哎呀，都是一家人，何必这么较真呢？赌约什么的，不过是一时气话，当不得真。看在苏家整体颜面的份上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都是自家兄弟，没必要步步紧逼嘛。之前他勾结外人，刻意刁难我，当众折辱渊古轩，败坏苏家名声的时候，怎么没人说要顾及苏家颜面？怎么没人说都是自家兄弟？好了好了，今天是庆典的好日子，赌约的事儿不如就交由苏家内部私下处置吧，别影响了庆典的秩序。各位请稍等，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苏少爷，你那尊清代官窑玉壶春瓶真的值600多万吗？我怎么看着像假货呢？你放屁！血口喷人！我这瓶子是千真万确的真品，蓄意挑拨我们苏家同族关系，安的什么心？苏少，你先别急，我看你这反应，你自己也不知道这瓶子是假的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自己的东西我能不知道真假？这瓶子是周宏远给你的。这瓶子是周宏远给你的吧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这瓶子是我花了大价钱从一个老藏家手里收来的，跟周总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你少在这挑拨离间！是不是挑拨离间？我把证据摆出来，大家自然就明白了。你急什么？好了，都安静。小姑娘，古玩圈讲究真凭实据，你说这是赝品，那就把你的依据说出来。要是空口无凭，那今天这事儿也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当然有依据，各位都是圈里的老人，应该都知道，真正的乾隆官窑青花瓷用的都是最上等的蔗料，由玉窑里几十年功底的老师傅手工分段拉逼烧制。先看这瓶子，瓶口线条坚硬的跟尺子画的一样，这是现代一体灌浆成型的工艺，古代根本没有。这么一说，还真是。还有胎体看着重，但是压手感不对，头重脚轻，明显是现代仿品的特征。最明显的就是这青花颜色闷浊暗沉，一点都不透亮，这就是最廉价的化工料。就算这瓶子是假的又怎么样？我可是苏家古玩产业的分管人，轮得到你一个外人在这里指手画脚吗？分管人，就你也配？真正的国宝摆在你面前，你当成破铜烂铁当众嘲讽，差点让国宝蒙尘。就你这眼力，也配管苏家的古玩产业？今天苏家100年庆典，这么多前辈同行看着，你拿个赝品出来充门面，弄虚作假，丢的是谁的脸？是整个苏家的脸。为了打压自己堂弟，勾结外人设局，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。就你这心胸这脑子，也配坐在这个位置上？庆元，你看这事儿，家有家规，做错了事自然该罚。我一个外人确实不该管苏家的家事，但今天这事儿，在场这么人都看着，
总得给大家一个交代。苏明远犯错就要认，挨打要立正，当众给大家道。我错了，我不该狂妄无知，不该有眼无珠，不该弄虚作假，不该勾结外人构陷同族。我给大家道歉。今天念在同族情分，这事儿就这么算了。我只说一次，以后再敢勾结外人，败坏家风，构陷同族，我绝不姑息，好自为之。知道了。周老板，这么急着走啊？不多坐会儿了？那个，我公司突然有点急事儿，得赶紧回去处理，就先告辞了，改天再聚。别急着走啊！废品站赌局买通人设局害人的账，还有这次拿假瓶子当诱饵挑拨离间的账，咱们2笔账一起算，总得有个说法吧？今天真的谢谢你，如果不是你，今天我不仅要输掉赌局，还要被他们联手算计。这份人情我记下了。举手之劳而已，我帮你也是帮我自己。对了，答应我的事儿你可别忘了，800万的。文强，这是800万，兑现我的承诺，你的债清了。谢谢。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。这次如果不是你，渊古轩就栽了。我正式宣布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渊古轩的首席鉴定师，所有藏品鉴定都由你全权负责，薪资待遇按行业最高标准来。首席鉴定师？凭你的眼力，完全配得上。庆典一战，你已经在圈里出名了。温小姐，这是今天几位藏家和老板托我转交的名片，都想跟你合作。10天前，我还是人人喊打的小偷，被整个行业拉黑，现在却成了人人争抢的红人。谢谢。对了，当年的案子查得怎么样了？正想跟你说这事儿，我让人查了，确实有问题。当年那枚失窃的商代和田玉璧根本没按失窃案流程登记备案，所有的记录都有明显的人为篡改痕迹。我就知道当年的事没那么简单。吴子阳、林念娇，现在线索确实都指向他们两个。你出事之后，吴子阳立刻接手了德宝斋，还公开跟林念娇在一起，不仅霸占了你的产业，还到处散布关于你的谣言。我一定要揭穿他们的真面目，拿回属于我的一切。你放心，我会继续让人查，一定给你找到完整的证据。这是100万，还有市中心一套精装公寓的钥匙，你先安顿下来。苏清渊，如今我有了透视眼，在这遍地黄金的古玩街赚钱还不是随随便便的事儿，正好趁这个机会，一边捡漏攒点本钱，一边查查吴子阳和林念娇的下落。哟，这不是温小丫头吗？我们又见面了。周总，有事儿吗？这次苏清远不在，没人护着你了，我看你往哪逃。周总这是特意在这儿等我呢。上次要不是你坏老子好事儿，废品站经营权早落我手里了。你知道你害老子损失了多少钱吗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周总看上的不是那片废品站，而是废品站地下那座规模庞大的古代窖藏珍宝吧？你怎么知道这件事的？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。我不光知道，而且我还把这窖藏的位置告诉了苏清渊。现在苏家早就给窖藏全面管控起来了，这窖藏我也没办法，你是一分也碰不着喽。你敢坏我好事，给我上，好好教训他，我要让他知道哥。周总还是这么喜欢仗势欺人啊！沈燕青，这事儿跟你没关系，少管闲事儿。这是我跟温乔之间的私事。别以为你是古玩协会副会长，我就不敢动你。巧了，我这个人就喜欢管闲事。周总想做什么，我就偏不让周总得逞。周总放着自己好好的宏源古玩城不做，非要跑到古玩街来闹事，真当这条街是没人管的地方，可以任由你撒野吗？哈哈，沈副会长说笑了，我是个生意人，这个女人坏了我几千万的生意，我自然要找她算账。算账归算账，但你要在我的地盘闹事，那就别怪我不给面子。周总这么恨这个人，我今天就偏偏要保住他。沈燕青，我今天一定要给他一个教训，别把我逼急眼了，否则谁的面子都不给。哦，我还真想看看周总急眼是什么样子。今天要是在这条街上出了什么事儿，我保证你周宏远
绝对走不出这条古玩街。好，咱们走着瞧。我们走。多谢沈副会长出手相救。不用谢，我只是单纯看周宏远不爽。小姑娘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这是我沈家祖传的玉镯，戴了10几年了，好好的为什么要摘？沈副会长，这不是普通的传世玉，长期贴身戴对你只有坏处没好处。具体是什么坏处？你要我丢掉这个手镯，总得给个原因吧？沈副会长，我问你，近3个月你是不是总觉得心神不宁，看东西容易走眼，投资接连亏损，店里还总出各种细碎的糟心事？你怎么知道这些？难道我这段时间所有的不顺，全都是这只玉镯引起的？没错，刚才你出手为我解围，现在我告诉你这玉镯的隐患，我们2个也算两清了。摘与不摘，信与不信，全看你自己。这人到底什么来头？想要在这种地方捡漏，还真是不容易啊。1800万！价值1800万的明代印章，这次捡大漏了。老板，这个罐子多少钱？小姑娘好眼光，这可是汉代的灰陶罐，正经的出土老物件。你要是诚心要，我给你个实在价，300。小姑娘好眼光，300万成交。我说的300没有万。你逗我呢？这可是汉代的灰陶罐，没有300万不卖。600块，这罐子最多也就值这个价，你还能赚个几百块，卖给我就当开张图个吉利。你要是不卖，就算了啊。哎，小姑娘别走，行，600就600，就当交个朋友。这铜盒子看着还行，顺便一起送给我吧。这罐子本来就是几十块钱收来的仿品，现在挣着大笨蛋500多块钱，送个破盒子也不亏。行，送你了，小沈副会长，你知道这附近哪里有典当好吗？怎么，你要去典当东西？嗯，行，我知道一家最大的，正好我也想看看你葫芦里到底卖的怎么样，陪你一起过去，正好开开眼界。哎呦，这不是沈副会长吗？什么风把您给吹过来了？快请坐，快请坐。我陪朋友过来典当点东西。沈副会长带来的朋友，该不会是想拿这俩破烂玩意儿来典当吧？我要当的不是陶罐，是这个铜盒子。小姑娘，你这盒子打算当多少钱？1800万。1800万？你怎么不去抢？小姑娘，你开玩笑呢？你这破铜盒子别说1800万，连200块都不值。看在沈副会长的面子上，我最多愿意出200块收这个盒子。真正值钱的从来都不是铜盒子，而是盒子里面装的东西。这是……惭愧啊惭愧！刚才还嘲讽人家拿寒酸的东西来典当，到头来有眼无珠的居然是我自己。姑娘，这是明代文征明的田黄洞印章啊！想不到这个破盒子里面居然别有洞。这可是有价无市的宝贝，无数收藏家挤破头都求不到的重器。但是只在典当当的话，价格会被压得很低，不如把这枚印章拿到拍卖会上拍，价格肯定能比典当行高出一大截。拍卖会？沈副会长，最近有拍卖会吗？江城文物拍卖会的秋季专场就在今晚。这拍卖会里面拍的全是翡翠玉石、古玩字画这类珍贵物件，去的也都是身家不菲的大富豪。我可以帮你把这枚印章送到拍卖会，保证能拍出最高价。不过我有一个条件。果然，
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。沈副会长，请说。你别紧张，我又不会吃了你。沈副会长，不知道你想让我做什么？我的条件很简单，今晚的拍卖会上有不少珍稀古玩，我想请你做我的专属长眼顾问，陪我一起去拍卖会，帮我长长眼。只要你答应今晚拍卖会帮我长眼，事成之后再给你200万辛苦费，绝对不会亏待你。200万放在以前，我辛辛苦苦赚几辈子都赚不到，如今只是陪着去趟拍卖会就能拿到，有钱不赚是傻子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哟，这不是温小丫头吗？我们还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啊！先是靠着苏清渊撑腰，现在又勾搭上了沈燕青，合着你就只会躲在男人后面啊？说白了，除了讨男人欢心之外，你什么本事都没有。总比某些人强。废品站被人截胡了，窖藏宝藏也落空了。我看周总有时间，还是先管好自己。给我等着，最好别落在我手里，否则有你好果子吃。周宏远已经跟我结下了死仇，3番5次找我麻烦，这么下去终究不是办法，得找个机会先下手为强。我刚收到消息，今晚的拍卖会上会出现一件元代青花鬼果子下山大罐，保守估值至少在4个以上。这可是实打实的国宝级古董啊！而且拍下这件元青花，还能获得海外顶级拍卖行的征集资格，所以今晚你可要当好我的长眼师傅啊！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第一件拍品，宋代靖康通宝折2钱，北宋钦宗靖康年间铸造，存世量极其稀少，是古硬币中的大名玉品，前纹清晰，包浆醇厚，品相完美，起拍价80万，每次加价不低于10万。90万，100万，120万。靖康通宝折2钱，北宋清康年间制造，边缘存在极其隐蔽的细微磕碰缺角，肉眼亦难查损。这枚靖康通宝市价大概120万，超过150万就没必要买了。150万，160万，160万，还有没有加价的？160万一次，160万2次，160万3次，成交！恭喜28号先生。我来之前特意看过拍卖名单，温乔说的数字和业内的评估分毫不差，甚至连暗列折价的细节都一模一样。你是不是长了一双火眼金睛？怎么只要看一眼就知道多少钱？火眼金睛算什么？我这双能看透万物本质的透视眼，可比传说中的火眼金睛厉害多了。第二件拍品，宋代纯画格帖残本，宋拓元拓，保存完好，书法史上的巅峰之作，起拍价300万，每次加价不低于20万。这件拓本是真迹，市价在500万左右，品相保存的还算完好，没有太大的样价空间。500万，500万一次。你到底是怎么得罪周宏远的？为什么他每次见到你都一副恨之入骨的样子？半路截胡坏了他的好事，让他平白损失了几千万，对方自然恨我入骨。你究竟是何方神圣？各位，接下来要拍卖的是本次拍卖会的重磅藏品之一，明代文征明自用田黄洞印章，顶级寿山田黄洞石，萝卜丝纹清晰，无裂无杂，包浆醇厚，文征明亲自专刻，可遇不可求的稀世珍宝，起拍价1000万，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00万。这枚田黄信章要是被我拍下，放在洪都古玩城当镇店之宝，绝对能压过苏清源的渊古轩。到时候整个江城古玩圈，谁还敢不把我周宏远放在眼里？1500万。温乔，怎么来拍卖会也不买东西啊？是买不起吗？这种级别的宝贝，不是你这种捡破烂的能碰的，还是乖乖回你的废品站去吧。正好，你自己送上门来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谁说我买不起了？周总还是多操心操心，自己的钱带够了没有吧？1600万。哼，我看你就是打肿脸充胖子。我出2000万。2100万。2500万。2600万。3000万。3100万。当着这么多同行的面，我绝对不能输给一个黄毛丫头。这枚印章我必须拿下。3500万。3600万。4000万。差不多了，再抬下去就过火了。4000万够他心疼好一阵子。4000万一次，4000万2次，4000万3次，成交！恭喜周总，
成交，恭喜周总。你真的把价格抬到了4000万？他自己要加价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难道不怕周宏远中途放弃，最后砸在自己手里？谁都有可能放弃，唯独周宏远绝对不会。周宏远一直想压过苏清渊，成为江城古玩圈第一人。这枚文征明的田黄印章是最好的镇店之宝。原来如此，你这是故意要让他大出血啊？他之前3番5次找我麻烦，还想动手打我，这点利息算便宜他。千金难买爷乐意，能从你手里抢到这枚印章，花点钱根本不算什么。怎么心疼了？后悔了？早知道就别跟我抢啊！周总霸气，4000万算什么？只要周总喜欢，4个亿都值。就是，某些人啊，没钱还硬撑，最后还不是抢不过周总。谁说我想要这枚田黄印章呢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忘了告诉你了，这枚文之明的田黄洞印章本来就是我送过来拍卖的，正常市价也就1800万而已。那又如何？我根本不在乎这点3瓜2枣的小钱。早就听说，如果一个人的智商和他的财富不匹配，那他的财富早晚会以各种方式流回社会。没想到今天居然在周总身上印证了一句话。温角，这个仇我记下了，早晚有一天我要让你付出代价。各位，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本场拍卖会的最后一件压轴藏品，也是全场最受期待的一件宝贝。刚才在印章上亏了钱，只要能拍下这件压轴宝，转手卖给海外的收藏家就能翻倍赚，连本带利都能捞回来。各位，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大罐，存世极少的孤品，价值已经超越了普通的国宝级文物，起拍价3个亿，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000万。我的天，元青花鬼谷子下山，这可是真正的国宝啊！存世量不到。开什么玩笑？元青花怎么可能有假？这可是由国内顶尖的古玩鉴定教授亲自鉴定过的，还有官方出具的检验证书，怎么可能有假？这件拍品的来历很正，有权威专家的鉴定背书，不可能出错。而且这场拍卖会的每一件品都有10几个属于不同势力的监管员全程监看。但假的终究是假的，这个元青花在我眼里简直是破绽百出。这真是个赝品。你看它的胎质过于细腻光滑，真正的元代青花因为工艺限制，胎质会有细微的颗粒感。真正的元青花经过几百年的氧化，发色会更加沉稳内敛。我见识过他的眼力，他连玉镯里的沁毒、靖康通宝的磕碰都能一眼看出来，这次应该也不会错。可这件事实在太过匪夷所思了，3个亿的压轴拍品居然是假的。这元青花虽然珍贵，但也不至于让半个圈子的人都趋之若鹜，一副势在必得的样子。这里面是不是还有别的门道？你刚入行可能不知道最近圈子里的风声。这段时间有一位海外的大收藏家一直在国内高价收购各种顶级古玩，像元青花这种国宝级的藏品，对方甚至愿意出2倍的价格收购。1倍的利润，难怪一个个都红了眼。也正是因为有这么大的利润空间，这些人才会疯了一样想要拍下这只大罐，都想转手大赚一笔。原来如此。我还是不敢相信，这件藏品可是有国内顶级古玩教授出具的权威鉴定证书啊！市面上所谓被知名鉴定教授、官方鉴定文书，只要经过人手的，就都有操作空间。普通人很容易被权威头衔蒙蔽双眼。倘若我没有能看透万物本质的特殊双眼，恐怕也会落入对方精心布置的圈套。原来从一开始，我们所有人就都掉进了对方精心布置的陷阱里。来，预祝我们今晚大获全胜！还是吴总高明，这一套下来，我们等着收钱就好了。这个局能成功，还得感谢各位的配合。事成之后，答应各位的分红，1分都不会少。那我们就先谢过吴少了。吴少，不会出什么乱子吧？放心吧，林小姐，有我亲自颁发的证书，没有人会怀疑的。谁能想到价值数亿的元青花大罐会被仿制出来的赝品呢？再加上我们放出去的风声，海外藏家2倍收国宝的消息，那些傻子还不疯了一样抢着加价。接下来啊，就3亿1000万，3亿3000万，3亿5千万。我说你们一个个的，没钱就别在这里浪费时间。这2个人怎么一字排不去？不对劲啊！ 3亿7千万，4个亿
老子才不管你在耍什么花招！等我拿下这个元清华大冠，再转手卖给海外收藏家，就能白赚几个亿。之前亏的4000万，连本带利都能赚回来。4个亿，还有没有加价的？这虽然有个海外的收藏家愿意出双倍的价格购买元清华大冠，但是这个4个亿已经超出我的承受范围了，可惜啊，可惜。4个亿1次，4个亿2次，4个亿3次。本次拍卖会到此圆满结束。恭喜周总，花4个亿买了个假瓶子。小丫头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讲。这件元清花有孙教授的权威鉴定证书，怎么可能是假货？眼力这东西还是要多练，学着点吧。周总开心就好。温桥，沈会长，苏总来了，那我就不打扰二位了。温桥，今天多亏了你，改日我再登门道谢。4个亿拿下元清花，转手就是8亿，这次真是赚大了！之前那点亏损算个屁！快，赶紧联系那个海外收藏家，尽快完成转手交易。是，周总，我这就去联系。周总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慌什么？慢慢说。那个的海外收藏家在拍卖会开场3小时前就办理了酒店退房手续，所有预留的电话全部打不通，彻底失联了。慌什么？不就是一个买家吗？就算失去这一个收购商，我还可以卖给其他人。国宝级的藏品不愁找不到下家出手，不要太大惊小怪了。喂，江总，又怎么了？大惊小怪！看新闻，孙教授出事了，他诈骗，人都跑了。什么？你说清楚！本台最新消息，今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古玩诈骗案，指名鉴定专家孙某长期沉迷赌博，欠下数单万巨额赌债无力偿还。为填补资金空洞，孙某联合不法商人批量制作高仿顶级古玩，利用自身权威身份伪造鉴定证书，设局欺骗各地富豪，涉案金额高达数亿。那现在这孙子人呢？听到风声之后，就坐飞机跑出国了。4个亿啊！就这么打了水漂？温桥那个贱人，他早就知道是圈套，他故意看着我跳进去。具体什么情况？跟我说说。那元青花是假的，高仿品只值几万块，是有人联合孙教授故意设的局，造假出假证书，再放海外藏家双倍收购的假消息，一条龙收割，最后被周宏远花了4个亿拍下来了。没想到他们胆子这么大，竟敢设下数十亿的天价骗局。吴子阳和林念娇这2个人，比我想象的还要不择手段。其实这几个月，我一直在搜集当年你被陷害的证据。之前德宝斋玉璧失窃的冤案，还有后来废品站经营权的争夺，背后都有吴子阳和林念娇的手笔。我就知道，之前的事儿没那么简单。只是他们行事太隐蔽，一直没抓到核心实锤。不过现在我已经掌握了部分他们串供、篡改案件记录的证据，只差最后一环就能彻底闭环，帮你翻案。谢谢你，苏总。叫我清渊就好。我说过，我信你，也会帮你洗清冤屈。请。温桥，哎呀，这不是温桥吗？真是好久不见啊！我还以为你还在废品站分拣垃圾呢，怎么跑到这种地方来了？这种高端宴会，可不是什么人都能进的。念娇，话不能这么说，怎么说也是旧相识了。温桥啊，不是我说你，当年你要是心胸开阔一点，也不至于落得今天这个地步。唉，说起来也真是可惜，昔日德宝斋的新锐鉴宝师，怎么就混成这样？这就是那个偷玉璧的温角。是啊，听说被全行业拉黑了，怎么还敢来这种场？跟苏总一起来了？难道苏总不知道他的底细？你们，清渊，别冲动，你们尽管嚣张。等我拿出证据的那天，我倒要看看你们还笑不笑得出来。负责人，过来一下。林小姐，你有什么吩咐？这位温小姐身负行业黑名单的污名，口碑败坏，而且她性爱记仇善妒，今天来这里大概率是蓄意闹事，报复同行。我要求你们立刻把她驱逐出场，免得她扰乱了宴会秩序，败坏了我们古玩圈的风气。
温小姐，您看，要不您还是先主动离场吧，您别让我难做啊！万一真出了什么事儿，我担不起这个责任。这宴会哪儿都好，可惜啊，里面怎么有几个狗眼看人低的势利之人？你说谁狗眼看人低？你一个出身卑微、满身污点的人，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？德宝斋的玉璧就是你偷的，全行业都知道。我看你啊，还是赶紧回你的废品站捡垃圾去吧，别在这里丢人现眼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叫安保过来！难道你们宴会就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的吗？吴总、林小姐，您二位消消气儿。温小姐，苏总，您看这……想赶我们出去，没这么容易。吴子阳、林念娇，你们闹够了没？温巧是我请来的客人，你们要赶他走。问过我了吗？苏总，我吴家跟你渊谷轩这么多年来一直井水不犯河水，互不干涉，这是我跟温娇之间的私人恩怨，奉劝你不要多管闲事，免得破坏了我们两家这么多年维持的和气。吴家和气？你们吴家起家的底子干不干净，自己心里没点数吗？早年靠盗墓造假、坑蒙拐骗积累的原始资本，家底里全是黑人，也配跟我渊谷轩谈什么平起平坐、和气生产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吴家光明正大做生意，轮得到你在这里污蔑？我看你是真被这个女人迷了心窍。一个从废品站出来的底层货色，一个偷东西的贼，你居然当成宝贝护着。苏总，你这眼光也太差了，传出去不怕丢尽你们苏家的脸吗？就是啊，苏总，这种女人除了会勾引人，还会什么？你可别被她骗了，到时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我渊谷轩的事，还轮不到你们来指手画脚。至于温乔的为人，我比你们清楚，倒是你们俩，还是先管好自己吧，别到时候自己一身屎，还嫌别人脏。各位，今天这场面我实在看不下去了。不是我说，这位温小姐性性偏执，恃宠而骄，靠着一点鉴宝运气就狂妄自大，肆意得罪圈内前辈。而且她之前屡次搅乱行业正常交易，破坏圈层规矩，大家心里应该都有数。这种根本没有资格参与协会换届，更不配立足江城古玩圈。我提议，大家一起抵制这种害群之马，把他彻底踢出我们古玩圈，免得他再祸害行业。苏明远，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说三道四？私吞家族藏品，恶意竞争，蓄意夺权，这些事哪一件不是你干的？苏清渊，你血口喷人！我看你是被这个女人迷了心窍，连家族利益都不顾了。这苏家内部斗起来了，有好戏看了。我看苏明远说的也不全是假的，那个温姐确实有点邪门。各位，大家别忘了，德宝斋的玉璧失窃案就是他温乔干的，证据确凿，他就是个小偷。这种人怎么配待在我们古玩圈？说起来，我和子阳当初也是把他当好朋友的，没想到他居然做出那种事，我们也是心寒啊。各位，既然话说到这份上了，我这里有几份东西，想请大家一起看看。各位，今天既然话说到这份上了，那我就把事情好好说清楚。德宝斋玉璧失窃案，大家应该都有印象。
当时所有的证据都指向我是小偷，但实际上那起案子的记录被人为篡改，从头到尾没有任何实质证据能证明我偷了玉璧。所有的罪名都是吴子阳和林念娇蓄意栽赃陷害。什么？是栽赃？不能吧？之前不是证据确凿吗？这可说不好。之前我就觉得有点蹊跷。还有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天价袁清华诈骗案，周宏远亏了4个亿，全网都在热议的那场骗局，源头就是眼前这2个。什么？袁清华骗局是他们干的？不可能吧？他们看着不像这种人啊！你胡说！文强，你血口喷人！明明是你自己偷了东西，现在还想反咬一口，你造谣，你诽谤！文强，你说话要讲证据，你拿不出证据就是恶意诽谤，我们可以告你。证据？我当然有。这个 U 盘是孙教授的，他沉迷赌博，欠了几千万高利贷，连夜跑路的时候，慌慌张张把这个 U 盘落在了酒店房间，被我的人找到了。这是造假工坊的资金流水，这是孙教授收贿的转账记录，这是当年案件被篡改的后台痕迹。每一份证据都对应的清清楚楚，大家可以自己看。我的天，居然是真的！亏我之前还觉得他们人不错，原来是这种货色。什么？居然有这种事！我完全不知道啊！这种害群之马就该被踢出古玩圈！什么东西跑这么快？各位，今天的事相信大家都看清楚了。我苏清渊在此宣布，渊古轩永久任用温锦小姐为首席鉴定师。温强，这个贱人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他！妈的，居然敢阴我们，身败名裂，想都别想！我吴子阳不会就这么算了。不行，苏总，久仰久仰，你们渊古轩能拿下这次海外回购项目的唯一民间名额，真是实至名归啊！彼得先生过奖了，也是承蒙江城博物馆信任，为了这个项目，我们前后准备了大半年，能参与官方重点文化工程，也是渊古轩的荣幸。苏总说的是，合同都按之前谈好的拟好了，您过目。这项目全球名额有限，好多拍卖行挤破头都想进，错过今天的实现，我们只能转给其他拍卖行了。等一下，这位小姐是有什么问题吗？温乔，我们渊古轩的首席鉴定师。温小姐，这是国际合作，不是鉴宝。你一个小小的鉴定师，恐怕没资格插手吧？苏总，你们渊古轩的事儿还要听一个女人的，难成大器啊！彼得先生，请注意你的言辞。他的判断就是我的判断。合同存疑，这个字我绝不可能签。苏总，你们无故毁约是要承担违约责任的。按合同约定，单方面毁约要赔3倍项目损失。哼，你们会后悔的。温乔，你看出什么了？温角，你具体说说合同里到底有什么问题？第1处第7页，鉴定责任条款，表面写的是双方共同鉴定，可页角有一行小字：所有文物入境后，无论真伪是否达标，中方都必须按约定结算。第2处，违约赔偿金高达项目总额的3倍，远超行业常规。第3处，保密条款限制中方申诉权，哪怕被骗也不能对外公开，只能吃哑巴亏。最致命的是，所有法律风险、走私追责全由中方单方面兜底，外方全程免责。一旦签字，渊古轩不仅赔上100亿身价，你我都可能背刑罪。好险，这份合同是苏明远暗中牵线的，我还奇怪他怎么突然这么好心，原来是在这儿等着我。温乔，谢谢你，这次真的多亏了你。我想给你渊古轩30%的股份，再加1000万现金奖励，以后渊古轩就是你的后盾。苏总，不用了，我只是做好首席鉴定师的本职，当初约定的薪酬已经足够。我更在意的是玉璧失窃的真相。等这个项目结束，我想请你帮我继续追查之前的案子。
好，我答应你。先把药吃了，躺一会儿应该会好点。谢谢你，文强。没事儿，你先休息，有问题再喊我。今天看合同的时候，我的眼睛好像自动穿透了纸张表层，看清了不同页的油墨差异和拼接痕迹。我的异能好像变强了，如果异能真的进化了，那废品站地下的东西是不是就能看得更清楚了？我得去看看。还好我有钥匙。这石纹，之前我在德宝斋亲手鉴定过那枚玉璧，边缘就有一道月牙形的石纹。天然玉料里的石纹就跟人的指纹一样，不可能有2块玉长出一模一样的石纹。也就是说，之前失窃的那枚玉璧就是从这个窖藏里流出去的。周宏远、吴子阳，你们想要的东西，我绝不会让你们得逞。醒了，先喝点粥吧，养胃。谢谢你，文强，昨晚麻烦你了。没事，举手之劳。这个项目是官方牵头的重点文化工程，主动推掉的话，会严重影响渊古轩的业内口碑。可强行签约，又必然会踩进陷阱。苏总，你看第7页的纸张克重比其他页轻0.3克，是后换的。第9页打印字迹有纤维磨损痕迹，和其他页不是同一台打印机打的。这些细节连资深法务都很难分辨，你居然一眼就看出来了。那现在怎么办？这个项目总不能就这么黄了。我有个办法，我们先假意妥协，约彼得重新谈判，就说我们愿意签字合作，暗地里把所有造假证据都备好，谈判的时候当场揭穿。反过来要求他按我们拟定的公平条款重新签约，他要是不同意，就把合同造假、涉嫌走私文物的证据全都交给海关和文旅部门。好，就这么办。小陈，苏总，您吩咐。你马上按温小姐的要求拟定一份公平的合作合同，记住，双方权责必须对等，所有文物必须先经温小姐鉴定无误，确认合法，才能入境结算。是，苏总，我马上去办。温娇，这次谈判就全靠你了。放心吧，苏总。苏总想通了，我就说嘛，跟我们合作绝对不会亏。不过呢，既然你们又考虑了一天，这个分乳比例得再调一调。我们外方要再多加5个点的分乳，不然这合同我看也没必要签了。就是，苏总，我们彼得先生的时间可是很宝贵的。彼得先生，先别急着加价，我这里有几样东西想请你看看。第7页纸张克重不对，后换的。第9页打印字迹磨损，不是同一台机器。完了，他们怎么知道的？造假和走私的事要是真闹大了，我不仅血本无归，还要坐牢。好，我签。你们给我等着！搞定了。总算没白费功夫。温小姐，以后这里就是你的专属工作室了。谢谢苏总，我会做好的。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？我想分3步走。第一，借着这次文物回流项目，追查玉璧失窃的线索，收集吴子阳和林念娇犯罪的实锤，彻底把案子翻过来。第二，废品站地下那批东西得尽快想办法保护起来，最好能联合官方博物馆做保护性发掘，绝不能让周宏远那种人抢了先。第三，马上就要古玩协会换届了，苏明远肯定不会安分，得盯着他，不能让他靠旁门左道夺权，把
温小姐，沈燕青沈副会长来了，说有要事找您。沈副会长，请他进来吧。温小姐，冒昧打扰，还请见谅。沈副会长客气了，请坐。温小姐，苏总，我今天来是有件事想和二位商量。吴子阳他们3个开的那个宝运阁，二位应该都听说了吧？听说了，下周开业。哼，什么宝运阁？表面上装得像正规拍卖行，暗地里全是脏东西。他们靠售卖高仿赝品、倒卖走私文物牟利，已经有好几个富商上当受骗了，严重扰乱了江城古玩市场的秩序。更过分的是，苏明远四处拉揽协会老会员，靠贿赂、造假业绩这些不正当手段竞选协会理事。要是真让他得逞了，整个江城古玩圈都得被他搞得乌烟瘴气。果然和我猜的一样。温小姐，我知道你和他们3个有旧怨，我今天来是想邀请你和我联手，在宝运阁开业当天，当众揭穿他们的骗局，肃清行业歪风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哟，这不是温巧吗？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别是顺手牵羊来偷东西的吧？子阳，你别这么说嘛，人家温巧现在可是渊古轩的首席鉴定师呢。不过也是，靠男人上位就是快。苏总砸点钱炒作一下，野鸡也能变凤凰。哟，3个诈骗犯凑一块开拍卖行，胆子挺大呀！骗了周宏元4个亿，就不怕人家找上门来把你们的腿打断？诈骗？什么诈骗？我好像听说过，之前有个元清华骗局，骗了好几个富商。胡说八道！子阳他们也是受害者，是被上家骗了。我以苏家的名义担保，宝运阁绝对正规，所有藏品都有权威鉴定证书。是不是正规？等会儿就知道了。各位来宾，今天的开场重器，宋代汝窑天青釉贤文尊。传世孤品价5000千万，8000万一次，8000万2次。等一下，这件汝窑贤文针是现代高仿赝品，根本不是宋代真品。赝品？不可能吧？这姑娘谁呀？敢说这种话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恶意造谣，损毁宝运阁名誉，我要起诉你！温巧，你要是嫉妒我们开业生意好，也不能这么捣乱啊！清渊，你看看你养的人，赶紧带他道歉离场，别在这丢人现眼。我相信温娇的判断，如果藏品是真品，所有损失我全权承担；若真是赝品，宝运阁必须给在场所有宾客一个交代。哼，你说赝品就是赝品，看看这是什么？数位知名专家的联名背书，你一个毛头丫头，连汝窑真品的边都没摸到过，也敢在这儿大放厥词？第一，宋代汝窑真品是香灰胎，胎质细腻却有自然细小孔隙，这件胎质过于致密光滑，是现代球磨工艺的结果。第二，汝窑天青色温润有层次，是天然矿料烧制的效果，这件釉色发闷死板，是化学釉料调配的，阳光下有明显荧光反应。第三，真品开片是禅意纹，细碎自然，深浅不一，这件的开片是人工冷热刺激做出来的，纹路生硬均匀。光说这件赝品没什么意思，我倒是发现这个底座里藏着更有意思的东西。3件未经报备的商代高古玉，都是国家禁止民间交易的1级文物，我说的没错吧？你血口喷人，什么高古玉？我不知道。打开看一看不就知道了？你凭什么乱翻我们的东西？我是江城古玩协会副会长沈燕青，现在以协会名义对宝运阁进行行业例行检查。我的天，真是走私文物！这是客户寄拍的，我们不知情。不知情？那你看看这个。德宝斋的和田玉璧失窃，不是我偷的，是吴子阳和林念娇监守自盗，转手卖给了境外走私团伙，再栽赃陷害到我头上，逼我背上800万巨债，被行业拉黑。
居然这么早就开始走私了，这种人。温小姐，这批就是从宝运阁查抄的涉案文物，品类杂，仿造水平也高，我们实在拿不准，所以请您过来帮忙甄编真伪。这3件高古玉的土进不对，不是国内出土的特征，明显是从境外走私进来的赃物，背后牵扯的可能是个大团伙。说，这批走私文物哪来的？背后还有什么人？我不知道，都是上家给的货。还嘴硬，3件商代高古玉都是国家1级文物，光这一批就够你把牢底坐穿了。主动交代还能争取减刑，扛着不说，就等着从重判刑吧。我说，我全说，这批货是东南亚的大团伙玉罗刹的，我们通过国内下线接的货，宝运阁就是帮他们洗白赃物的据点。玉罗刹，那德宝斋那枚商代玉璧也是通过你卖给他们的？是子阳偷了玉璧，通过这条渠道销的赃，卖了800万。这些走私文物，你们是怎么变成合法藏品的？协会内部有人帮他们牵线，把走私品洗白成民间征集入库，我们没见过对方，只知道是管藏品入库的人。玉罗刹比我想象的是，我特意混了5件乱真的高仿官窑，还有2件没登记的走私文物，我就不信他能全看出来。今天非让他当众出丑不可。温小姐，不是我不信你，是工作组责任重大，总得让大家心服口服，对吧？这是协会库房的100件涉案封存品，你要是能在4个时辰内全部鉴定完，那大家就都服你。工作组的事儿没人再反对，要是错了，那就说明你能力确实不够。工作组的事儿咱们就得再商量商量。4个时辰鉴定，这也太难了吧！我来给温巧做担保，远古轩为他的鉴定结果全额担保，有任何失误，所有损失苏家承。第1件青光绪青花瓶真品12万，第2件宋官窑碗高仿胎质不对8000，第3件明宣德铜香炉真品50万。见完了。这么快？我看你是敷衍了事吧？我的天，这眼力也太神了吧！你肯定提前看过库房档案，作弊！作弊？那你看看这个。这2件走私文物的采购登记人是你的手下王主任，顺着查下去，幕后是谁，一目了然。你血口喷人！别急，证据我会一件一件摆到台面上，让所有人都看清楚。温小姐，你今天真是太给我长脸了。你放心查，我全力支持，协会所有档案资源都给你开放。我还联系了纪检的人同步介入，查出来的证据都有法律效力。我让渊古轩的法务团队跟进了，顺着宝运阁的资金流向深挖，排查和协会内部有往来的可疑账户。温小姐，您都连续熬了2天2夜了，吃点东西休息会儿吧。不了，还有最后2排，看完再说。30多件，这个窟窿比想象的还大。温小姐，纪检那边把近5年的采购审批记录都调来了。你看这3个人，张理事、王理事、刘理事，再加上李德海，正是当年苏明远提拔起来的小圈子，我就知道是他们。果然是他们。苏明远当年就是靠给他们牵线，才坐上了理事的位置。沈会长，急着开会干什么？温小姐进工作组的事儿，不是还没定论吗？急什么？证据都在这儿。李德海和那3个理事被停职后，空出来的理事职位得补上。温小姐能力出众，又为协会铲除了毒瘤，我提名她接任理事，大家同意吗？温理事年轻有为，铁腕整肃风气，我们服。谢谢大家信任，我会尽力做好。温小姐，从那3个理事的口供里，我们查到了玉璧的下落。吴子阳盗走玉璧后，通过他们牵线，卖给了玉罗刹的国内中间人老鬼。现在这枚玉璧在哪儿？据落网人员交代，近期团伙有一批文物要入境交易，玉璧很可能就在这批货里。玉璧，终于有消息了。在想玉璧的事。这枚玉璧是德宝斋的镇店之宝，我在德宝斋当鉴宝师的时候，天天守着它，对它有感情。没想到被吴子阳偷走，还让我背了这么久的污名。这次不管怎么样，我一定要把玉璧追回来。边境太危险了，你真的要亲自去？我已经跟警方说过了，
跟着专项行动队去边境现场甄别文物，确保所有走私品都被截获。你放心，有警方布控，安全有保障。好，那你注意安全，有任何事随时给我打电话。司清源，谢谢你。警察，下车接受检查。你们干什么？我们是正规拉货的，有手续，还想跑？玉璧呢？藏哪儿了？什么玉璧？我不知道，这次没带。找到了，终于找到了。各位媒体朋友，今天通报2起案件的进展。第一，我们成功打掉了玉罗刹走私团伙在国内的多个据点，查获走私文物300余件，涉案金额高达数亿。第二，关于之前德宝斋玉璧失窃案，经调查核实，系吴子阳、林念娇等人监守自盗，蓄意栽赃，温乔女士完全清白。官方正式为温乔女士恢复名誉，撤销行业黑名单记录。经研究决定，聘任温克女士为我省文物回流与追缴专项顾问，享受专。温小姐，感谢您无偿捐赠这枚玉璧，您的贡献，人民都会记在心里的。我的天，这就是商代的玉璧，太漂亮了！终于回家了，不容易啊！要是能有一座专门的博物馆，把更多流失的文物都找回来，让更多人看到，那该多好！清源，我有个想法，想跟你商量一下。你说。我想创办一座民间博物馆，主打流失文物回归主题，把那些从海外流出去的国宝都一件一件找回来，让普通人也能看到。好想法。不瞒你说，苏家早年就有筹建私人博物馆的规划，地都拿好了，就是一直缺顶尖的鉴定人才，项目搁置了好几年。市中心的3000平的商业地地我出，你以技术和运营入股，占股40%，怎么样？40%，太多了吧？不多，你的眼力和能力值这个价。温馆长，恭喜啊！归藏博物馆好名字，万物归藏，国宝回家，有格局。沈会长过奖了，我们也是刚起步。我今天来是想入伙的，我以古玩协会的名义给你们背书，对接官方资源，申请政策补贴和税收优惠，怎么样？求之不得。温姐，有个海外华侨发来委托，说手里有一本失传的《宣和博古图》手抄残。温小姐，你说你是做回流博物馆的？是的，陈老，我们的博物馆叫归藏，主打流失文物回归，就是想让流落在外的国宝都能回家。我祖籍就是江城的，当年战乱，我父亲带着家里的藏品漂洋过海，临走前反复叮嘱，说这些东西都是根，迟早要送回去的。这本残本是我父亲当年拼了命带出来的，他临终前还拉着我的手说，一定要让他回家。你要是真能把它好好珍藏，公开展出，让更多人看到，我就低于市价30%转给你。陈老，您放心，我一定让更多人看到我们老祖宗的东西。居然是真的！汝窑和官窑的烧制配方，失传了几百年的国宝，居然藏在夹层里。这个秘录太重要了，一定要带回去，让它重见天日。红姐，国内的据点被端了，秘录也被那个叫温乔的女人截胡了。废物，一群废物，一个黄毛丫头也敢跟我抢东西！备传，我要亲自去江城，我倒要看看。我要记载一件元青花梅瓶，是家里祖传的。好的，先生，请您出示一下身份证，登记一下信息。快点啊，我还有事儿。
违禁品，他们想干什么？好狠的毒计，把藏有违禁品的高仿品送进来，再匿名举报我们走私。一旦查实，博物馆就彻底黄了。我也得进去。还好你发现及时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清渊，我有个想法，他们既然费了这么大劲布这个局，肯定不会只做这一步。我们不如将计就计，说博物馆新入了一件珍贵元青花，价值几千万，引他们出来。太危险了，你先搬去我那儿住吧，避一避风头再说。不行，这是我的博物馆，也是守护文物的阵地。温小姐，你确定他们今晚一定会来？肯定会来，他们费了这么大劲布的局，不可能就这么算了。快，把东西取出来，换个赝品进去，顺便找找宣和博古图的秘录在哪儿。不许动！警察！果然来了。我说，我们是玉罗刹的先遣队，任务是栽赃温小姐走私，顺带偷宣和博古图的秘录。我们红姐说了，秘录和玉章都是她的，谁也别想抢。温小姐，我们在据点里搜到了账本和加密书件，这个团伙的水比我们想象的还深。红姐是东南亚最大的文物走私头目，江城只是她的一个小据点，她本人还在境外。红姐害了这么多人，还想逍遥法外。警察同志，我配合你们，一定要把这个团伙连根拔起，把红姐绳之以法。今天，归藏文化集团正式成立。我们以归藏博物馆为核心，将布局文化地产、非遗孵化、古玩线上交易平台3大板块，全方位打造文化产业生态。归藏文化集团董事长苏清约先生，总裁温乔女士，监事沈燕青先生。归藏的初心是让文物回家，让文化传承。我们会用10年、20年，把更多流失海外的国宝找回来，让传统文化走进普通人的生活。温总，我们公司想投资文化示范街区项目，您看有没有合作机会？温总，我们对非遗孵化项目很感兴趣，能不能聊聊？谁能想到，短短几个月时间，当年在废品站分拣垃圾被全行业拉黑的小姑娘，就成了身家10亿的集团总裁。她本来就该站在光里。我提名温浅担任协会副会长。恭喜你，温副会长，你是协会成立以来最年轻的副会长，也是第一位女副会长。谢谢大家信任。我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宣布3项新规：第一，建立行业诚信档案，造假、售假、走私7道的一律纳入黑名单，终身禁业；第二，推行鉴定师资格通考，淘汰那些伪专家；第三，设立公益维权基金，帮普通藏家维权。永久封定吴子阳、林念娇、苏明远3人的行业资格，纳入全国古玩行业黑名单。温副会长，这是动真格的啊！温姐，你快看这封邮件，10分钟前刚发到馆里的公邮里，附件还带了10几张照片。交出宣和博古图秘录，否则博物馆的人一个都跑不了。是红姐的人，她果然潜入江城了，端了她国内的几个据点。她这是狗急跳墙，直接奔着秘录来的。张队，
我受到威胁了，红姐应该已经潜入江城了。你先去通知安保部，从今天起，所有出入口增加身份核阵，地下库房加派双人巡逻，监控全部调到最高灵敏度。这件事先别声张，别引起员工和游客恐慌。想抢文物，没那么容易。小贾，警方已经在博物馆周边布控了，红姐团伙亡命之徒，你这段时间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先搬去安保更严的地方住吧。不行，秘录在博物馆库房，他们的目标是文物，我不能退。与其被动防守，不如将计就计。你有什么想法？我们对外放出消息，说秘录会在下周文物成果展上公开展出，夜间存放在地下库房，安保常规值守，引他们主动进来，警方提前布好埋伏，等着他们自投罗网。好，我配合你。安保这边我来协调，警方那边我也会对接清。红姐说了，拿到东西立刻撤，别节外生枝。东西在最里面的保险柜，型号我记熟了，5分钟就能打开。不许动！警察！果然来了。这3个都是外围的小喽啰，只负责进场偷东西，不知道红姐的具体藏身位置。审下来只说红姐确实亲自来了江城，就盯着这单事儿，得手之后就立刻离境。他没露面才更危险，没拿到秘录，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说不定还会想别的办法。成果展的筹备工作照常进行，不能因为他们就停下。红姐想要秘录，就肯定还会盯着展馆。我们守好藏品，布好网，她早晚会现身。别绷太紧，有警方和安保在，不会出事。你都熬了大半宿，先去休息室歇会，这里我盯着。没事儿，等警方把人押走，安保交接完我再休息。我们这边先把人带回去继续审，争取尽快撬出红姐的下落。通缉令我们已经正式发布，全国联网布控，她跑不远。文姐，红姐都逃了半个月了，一点消息都没有，会不会已经跑回境外了？不会，秘录没拿到，她不会就这么走的。越安静，越在憋大招。别绷太紧，警方全程布控了，他跑不了。省里要办流失文物成果展，你们归档的宣和博古图秘录残本是重点产品，这次规格高，安全必须到位。张队，我有个想法，红姐一直盯着秘录，这次展览她绝对会来，我们不如借这个机会布个局，引她出来。好主意，她躲在暗处，我们正好引蛇出洞。你看，库房入口、消防通道、电梯口都安排了便衣，货架后面也藏了人。只要他一进库房范围，我们立刻收网，绝对跑不了。真品我已经提前转移到省博物馆的专用。温乔，你毁了我生意，抓了我那么多人，这笔账该算了。温小姐好定力啊，半夜独自在办公室，看见我居然一点都不怕。该怕的人是你，你走私文物这么多年，辗转多国作案，手里攥着多少流失国宝的账。现在全国通缉，天罗地网，你躲不掉了。少跟我讲这些大道理。我今天来就是拿属于我的东西，把宣和博古图秘录人件交出来。我不为难你，拿了东西立刻走。秘录是国家文物，从来不属于你。而且你今天既然进来了，就别想着走。不许动！警察！你居然阴我！不是我阴你，是你犯了法，走了歪路，迟早要负法。你走私了那么多文物，老实害了那么多家庭，也该为自己做的事付出代价。乔乔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吓到？他没伤到你吧？我没事，早就料到他会来，都安排好了。没事就好，都结束了。余额差的。被告人红姐犯走私文物罪、绑架罪、故意伤害罪，数罪并罚，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温小姐，听到判决有什么感想？大仇得报是不是很解气？没什么解气不解气的，做了违法的事儿，受制裁是应该的。我更关心的是，那些流失的文物能一件一件找回来，回到该在的地方。
在想什么？在想，当年我还在废品站捡垃圾，谁能想到现在都有了自己的博物馆？这都是你应得的，你靠自己本事走到今天。乔乔啊，博物馆筹备的怎么样了？有需要帮忙的尽管说。温团长，请问您创办这座博物馆的初心是什么？我希望这座博物馆不只是存放国宝的库房，更是一扇窗，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走进传统文化，看到我们民族的根与魂。我的天，这就是商代玉璧，太漂亮了！宝宝，你看，这是老祖宗几千年前做的东西，厉害吧？厉害，好漂亮！温姑娘，你帮我看看这碗，我爷爷传下来的，有人说是假的。老先生，您没事吧？没事，看到这些，想起我父亲了。他当年就是做文物的，战乱时丢了好多宝贝，临死前还念叨想让国宝回家。我姓陈，在海外待了一辈子，攒了几十件中国文物，这次回来就是想把它们都带回来，交给国家。我看了你们博物馆，也听说了你的事儿，这些东西放我手里落灰，不如放你这儿，让更多人看到。您是说要捐？47件。全捐。陈老先生，这些您真的全捐？孩子们不喜欢，放海外也是落灰，回家才是他们最好的归宿。我相信你，你是真心做事的人，交给你，我放心。谢谢您。归藏基金会每一分钱都公开透明。全部用于回购流失海外的国宝，让文物回家。我捐1000万，支持文物回流。我捐800万，这是好事儿。我捐500万，能为国家做贡献，是我们的荣幸。温会长，首日募款破5000万，你有什么感想？谢谢大家信任，我保证每一分钱都会用在刀刃上。这个项目是我市重点文化工程，建成后既能带动就业，又能让传统文化走进大众生活。家人们，今天讲讲元青花鉴别技巧，记住这3点，再也不会买假货。主播帮我看看我这个玉镯是真的吗？学到了，学到了。别急，今天就教你一招打眼的。文角，真的是你！我的天，你现在可是大名人了，居然还回来看我们！李叔、王婶，好久不见，大家还好吗？这次回来，一是看看大家，二是给大家发点奖金，谢谢当年照顾我。温角啊，你真是好孩子，发达了还没忘了我。还有，我已经投资翻新废品站了，过段时间动工，改善大家的工作环境，所有人都缴社保，退休了也有保障。温总，您回来了。温总，您看能不能给我安排个活？我快吃不上饭了。活可以给你。废品站缺个分拣工，1个月4000包吃住，干不干？干！谢谢温总。但是丑话说在前头，靠自己双手吃饭比什么都强。要是再敢偷奸马滑、私吞东西，我照样开除你，听明白了吗？明白，我一定好好干。对，针脚密一点，慢慢来。文姐姐，你看我绣的小花好看吗？没想到啊！之前在废品站分拣垃圾的小姑娘，现在都要订婚了。是啊，苦尽甘来了，这孩子不容易。遇见你之前，我以为人生的意义是把家族事业发扬光大；遇见你之后，我才知道，人生最珍贵的是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做有意义的事。往后余生，我会永远站在你身边，陪你守护文物，也守护你。谢谢你，在我最狼狈的时候相信我。在我最难的时候陪着我，往后的路我们一起走。三姐姐新婚快乐，苏哥哥新婚快乐。今天除了订婚，我还有一件事宣布：归藏博物馆的第2座分店将在西北落地，专门展出丝绸之路相关文物。同时，我们还会配套建设新的研学基地，让偏远地区的孩子也能近距离接触传统文化。在想什么？在想这几个月发生的事儿，像做梦一样。从废品站的底层女工到现在，我从来没想过自己能走到今天。这